办完离婚手续的那天，我订了回老家的高铁票，手机、身份证、余额不多的银行卡，就是我这些年来的全部。管家给我打来电话，说我还有一些物品没搬走，都扔了吧，我不要了。他又说小少爷吵着要找妈妈了，他很快会有新妈妈，就是他之前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。我生的儿子和他的父亲真的很像，怜爱的女人都是同一个。以前我会难过，那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？现在觉得不爱就不爱吧，也就那样。高铁开动之前，我对着电话那头说了最后一句话，你让他放心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打扰他。说完最后那句话，关机换卡。从此以后，这座城市再和我没有半分关系。坐在我旁边的是个和我儿子年纪一般大的小女孩，睁着圆溜溜的眼睛，警惕地看着我。我以前很喜欢小孩，但我现在什么都不喜欢了。小女孩不吵，一路上都很安分，倒是她的家长，路上一直带着嗓门打电话，骂骂咧咧不消停。我索性戴上耳机，闭着眼小气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人小心翼翼扯我的袖子，我睁眼看她，小女孩抿着唇，阿姨，我妈妈不见了，你能帮我找找吗？三人坐靠走廊的那个位置，此刻空无一人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第一时间叫了乘务员和乘警过来。一番调查之后，发现小女孩的妈妈在中途下车了，下车之前还一边走一边警惕地回头，生怕小女孩跟上去。换言之，小女孩被遗弃了。车厢满是喧哗，全是乘客议论的声音，他们毫无顾忌，当着小女孩的面说她妈妈真绝情，说她真可怜。小女孩始终安静地坐在座位上，一动不动，不哭也不闹。我想了想，向乘警出示了证件，留了家庭地址和联系方式。于是等我下高铁的时候，除了手机、身份证、余额不多的银行卡，我还多了一个孩子。我在老家正式定居，荒芜的小院子我重新整理出来，种上了瓜果蔬菜。奶奶的遗像我装裱好，挂在客厅正中央。我给小女孩取了名字叫宋笑笑，办了手续，过了户口。从此我的户口本终于不再是孤零零的一页纸。笑笑一点不爱笑，总是板着脸严肃地看着我。她什么都懂，小年纪特别老成，明明只有4岁，在我生病的日子里却会踩着板凳给我熬粥喝。我想起我的亲生孩子，那个想滑雪了会收到一整个滑雪场做礼物，想吃糖果了会收到一整个糖果厂做礼物的江家的小少爷江子兰，他们太不一样。笑笑问我为什么要收养他，他只是一个拖油瓶。我摸着他的头回答道，因为我很孤单，所以你以后能不能陪着我？他看着我沉默好久，用力点头，好，我一辈子陪着你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。笑笑上幼稚园了，笑笑上小学了，笑笑当班长了，笑笑和人打架了。我接到老师的电话时是很意外的。笑笑是乖巧听话的小孩，性子非常早熟，别说和同学打架，他甚至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不想给那些小孩。用他的话说，太幼稚。我匆匆赶到学校，老师来校门口迎接我，见了我也是一脸无奈。和笑笑打架的孩子是今天刚来的转校生，他们为什么打架？我只想知道这一点。老师听到这话，用略带怪异的眼神看我一眼。怎么？江子兰小朋友说笑笑要和他抢妈妈。你说什么？我脚步顿住。笑笑文具盒里有你和他的合照。老师说这照片被江子兰看到了，他说笑笑不要脸，跟他抢妈妈。我不再说话，只沉默地跟上老师的脚步。到了办公室，门推开，老师回头看我。对了，子兰爸爸已经到了。我站在办公室门口，先是看了坐在角落正安静写作业的笑笑一眼，见他情绪尚可，我松了口气。眼角余光中，那个正在发脾气的小男孩见了我，眼睛一亮，迈着小短腿朝我飞奔而来。妈妈！我弯下腰接住江子兰，不是抱住他，而是轻轻推开他。小朋友，你认错人了。我微微一笑，抬眼迎上屋内男人的视线。先生你好，我是宋笑笑的妈妈。我没有想过会和江城再见面，世界很大，不想遇见的人自然不会再遇见。江子兰哭得很大声，一边哭一边指责我不要他。笑笑握着笔的力道很重，我知道他是有点烦了。江城盯着我，一声不吭，我知道他在等我的反应。笑笑，我帮笑笑收拾好书包，你能先回去吗？笑笑很干脆的点头，背起书包就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他一走，江子兰就麻溜的抹掉泪水，蹭蹭蹭又跑过来抱住我的小腿。妈妈，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我知道错了。我弯腰微笑着摸摸他的头，然后抬头看着江城，江先生，我们能单独聊聊吗？我和江城的过往实在乏善可陈，不值一提。奶奶年轻时对江家有恩，据说是救了当时被绑架的江城外婆，所以这些年江家逢年过节总要送点礼品过来。我考上大学后，奶奶年纪大了，不好折腾，又担心我独自一人会不适应大城市的节奏，于是联系了江家，托他们照看。那年我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从火车站出来，一眼就看到江城靠在车边，漫不经心低头玩手机的模样。他真的好耀眼，耀眼到我想把我学过的所有美好的词汇都堆砌在他身上。对他心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。我知道我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也没想过别的。月亮高高的悬挂在天空，我在路过时被月色洒落一身就已经知足。我和江城在同一所大学，他偶尔会受长辈之托带一些物品给我，一来二去也算点头之交。后来我听说了江城和他那位青梅的爱情故事，主角的爱情总是缠绵悱恻，他们不断的甜蜜、争吵、分开、和好。我是看客，偶尔失落。大3那年我开始实习，因为公司离学校很远，我每日总要来回奔波很久。某次偶遇江城，随口问起我的近态，我也如实告知。没过多久，我就接到江城外婆的电话，她说家里正好有个空房子，离我公司很近，让我直接搬过去住。老人的好意总是不容拒绝，我很感激。
住进去之后，发现房子处处都是江城生活过的痕迹。我自觉心思不纯，只能把自己所有物品都归纳在那间客房，尽量减少自己存在的痕迹。直到那晚，我加班回家，发现喝醉了的江城迷迷糊糊倒在沙发上。我有心避嫌，又担心他会着凉，就抱了一床空调被想给他盖上。江城睁开眼看着我，我以为他是要质问我为什么会在他家，但实际却是他将我压倒，最终酿成大错。如今，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那晚的混乱了。人的身体有自我保护机制，有时候觉得太痛苦，反而会逐渐淡忘。我截至目前的人生，只和一个人做过一次那种事。他嘴里换的是别的名字，细细想来，好像迄今为止，江城也只换过我一次。出狱的那天，在火车站门口，他上下打量我一眼，灵芝，我是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放学后的校园是一片寂静，我和江城站在走廊的尽头，背后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。不是想和我单独聊聊？江城问我有什么话就直说。他这样开口了，我也没什么好迟疑的。你这几年都和江子兰说了些什么？什么？我们已经离婚4年了。这4年，我遵守自己的承诺，不再出现，每月也按时将抚养费打到你的卡上。小孩子的记忆是很短暂的，况且子兰以前并不喜欢我这个生母，若是没有人在她耳边时时提醒，她不可能还记得我，甚至还对我抱有感情。江城扭头不看我，我什么也没跟他说，是外婆一直在提醒他。那为什么转学？他一直吵着要来找你。江城顿了顿，我拦不住。是了，江子兰是江家所有人的心尖尖，他要的一定要得到，哪怕是江城在江子兰面前也没什么原则。我垂下眼睑，安静的思考许久，笑了笑，没关系，等他的期待幻灭，他自然会想回去。我这个人从来就不讨人喜欢，等江子兰和我相处久了，他自然会发现是他的记忆将我不断美化。事实上，我仍旧是那个不讨喜的、惹人烦的、只会降低他身份地位的他的生母。我回了老家后，为了生计，开了一家小小的餐厅，因为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所以限量接待。慢慢的，居然也有了名气，被游客们炒成了网红店。18岁的灵芝想做年入100万的女强人，学的是容易赚钱的计算机。28岁的灵芝只想守着这间不足100平的店，安静过完自己的下半生。江子兰自从转学过来，每天放学之后就会被司机送到我店里来。她是聪明的小孩，只在和我重逢的第一天展露过自己的任性。江城很少出现，大多数时候陪在江子兰身边的人都是司机。我不清楚江家人怎么想的，既然如此重视江子兰，又怎么放心把她一个小孩单独留在这偏远的小镇？我没赶她，她是这个世上仅剩的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了。我曾经为了照顾高烧的她，不眠不休，3天3夜。也曾经为了亲手给他制作他想要的玩具，手被割得伤痕累累。我得承认，人的本质都是利己。我为他做这些时，并没有想要他回报什么，但在我付出之后，得到的只是他的嫌弃、反感和厌恶，我多少是有点难过的。他很小的时候也是黏我的，睡觉时必须我陪，出门时必须我抱。我靠着他对我的依赖，熬过了在江家时受到的无数白眼和委屈。但当他开始有自己的意识，学会了走路，学会了说不，他慢慢的就不喜欢我了，因为我会在他吃太多糖时阻止他，会在他任性时严肃教育他。小孩子嘛，不辨是非善恶，只知道我常常桎梏着他，所以自然不乐意再亲近我。直到那天，江城带他出去玩了一圈，回家之后，江子兰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不要你做我的妈妈了，我要夏至阿姨做我妈妈。你不配做我的妈妈，滚出去！这是我家。”笑笑私底下问过我，可不可以不和江子兰做朋友？他不喜欢她。当然可以，我对此无所谓，但还是有些稀奇。你为什么不喜欢他？笑笑是大气的小孩，他很少明确地表示对另一个人的厌恶，大多时候都是无感。他伤害过你？笑笑的语气平淡无波，你每次见到他都很难过。我愣住，他明知道你难过，却还要反复出现在你面前。笑笑说着，低下头，有点闷闷不乐。我能打他一顿吗？那个大人我暂时还打不过，只能打赢江子兰。笑笑想了想，妈妈，你能送我去学武术吗？我会变得很厉害，妈妈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我答应送笑笑去学了武术，他学得特别认真。师傅说，你家笑笑比好多大孩子都能吃苦。我想起江城曾经指着我的鼻子嘲讽我，你这样的女人，有谁会爱你？不是的，江城，奶奶爱我，笑笑也爱我。而今我自己也爱我。江城偶尔会出现，每次都是风尘仆仆的来，在我店里坐一会儿，点2个菜，吃完了就接江子兰回家。左邻右舍都在问江城是不是在追我，他们不知道江城是我的前夫，只知道有个钻石王老五在追求我这个离过婚有小孩的中年妇女。我每次都笑着否认，人家没眼瞎，哪看得上我？他是来接小孩的，不是来追求我的。若在以前，我会猜测江城这些行为背后到底是什么目的，但现在我对他没有丁点的好奇心，他来意或走我都不在意。我偶尔会想，江子兰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玩腻这种讨母亲欢心的无聊游戏？她已经在这座没有海洋馆、没有游乐园、没有大商场的小镇待了快3个月了，可能得不到的才显得珍贵，这种劣根性深藏于每一个人的骨子里，连小孩也不能免俗。我越是对她冷淡，她就越是要贴上来。她脸上常常露出落寞的表情，在我温柔地牵着笑笑的手的时候，在我弯腰为笑笑整理裙摆的时候，在我神神秘秘从厨房端出特意为笑笑准备的小甜点的时候，可是每当我看向她，她就会一扫孤寂，对我露出甜甜的笑来。人的喜好总是随着感情变化的，当我疼爱这个孩子时，他被轻轻磕了碰了，我都要难受好半天。但现在我哪怕明知他在故作坚强，我也没什么感觉了。我甚至会想，
他怎么还不离开呢？他留在这里真的好烦啊！我不讨厌他，我只是不再喜欢他了。初夏已至，散学典礼之后，暑假就正式开始。那天我照常开店，一直到晚上关门，都再没出现江子兰的身影。我只当他终于腻味了无聊的游戏，打算好好回归自己的身份，去做一名金贵少爷。傍晚回家时，却发现他捧了一个精致的蛋糕盒子，乖巧地坐在小院门口的台阶上。江澄也陪着他一起，身边还放着几个礼品袋。父子俩出色的颜值引得过路的行人纷纷投来惊艳的目光，但他们只专注眼前。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很快了，我们特意陪他过生日，还准备了这么多礼物，妈妈会高兴吗？他会的。江子兰闻言便抿了抿唇，脸上露出期待的笑容。她穿着很正式的小西装，特意打扮过，但天气闷热，她或许是等了太久，额前有些许的汗意，又或许她不是热，只是情绪有点激动。我在不远处停下脚步，笑笑却是脚步丝毫未停，径自走到父子俩面前，脆生生的开口：“你们弄错了，妈妈的生日不是今天。”你胡说！江子兰已经很少再直接和笑笑对上，她知道我疼爱笑笑，不想惹我反感，平时都是尽量避开和笑笑相处，但此时她却激烈的站起来，大声的反驳：“妈妈的生日就是今天，她和我是同一天生日，我才不会记错。”江澄看到我也跟着站起身，不说话，脸上却隐有期待。灵芝，他唤我的名字，生疏笨拙，生日快乐。我走过去，一边摸出钥匙打开小院的锁，一边平静地看着他。忘了告诉你，我现在改过别的生日了。想了想，我又说，不过这种小事应该和你没关系。我以前很喜欢过生日，奶奶是个特有仪式感的小老太，每年我生日，她会给我准备一大桌菜，一个漂亮的蛋糕，一份精致的礼物。家中只有我和她2人，但并不冷清。她身体不好，不能长途奔波，但我上大学之后不能在家过生日，每年到这个时候，她都一定要千里迢迢飞去我在的城市，陪我吹蜡烛、吃蛋糕。奶奶活着的时候，我从来不寂寞。那年我生日，奶奶照旧飞过来陪我。当时我怀着江子兰，已经是孕晚期，我怕奶奶担心，孕期的所有难受都瞒着她，也对她撒谎，说江澄对我很贴心。但其实江澄大部分时间都不会用正眼看我，我和他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他却只当我是透明人。我当时是能理解他的，我和他的那一夜本就是错误，甚至我一开始就想，反正江澄也喝醉了，等一切结束，我就偷摸离开，只要我不说，世上不会有第2个人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但实际情形却是，整整一夜，江澄都在不断的折磨我。在我恢复体力能够离开之间，大门被前来探望我的江澄外婆打开了，她体谅我连日加班辛苦，特意为我送鸡汤过来。于是事情开始像脱缰的野马，再无法回头。江澄外婆对年轻人的情爱拉扯不感兴趣，她只知道江澄毁了我的清白，就必须负责。至于江澄是不是有爱人，江家人是不是满意我这个媳妇儿，我是不是愿意嫁给江澄，她统统不在乎。她只在乎，她不能对不起我，更不能对不起我奶奶。之子，你和江澄的事我已经告诉你奶奶的，她身体不好，你也不想她担心你，对吗？我看得出来，你对江澄并不是没有感情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我知道你是不愿意破坏江澄和夏之的感情，但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夏之眼里容不得沙子，他和江澄没可能了，但你和江澄还有无限可能，你不想试试吗？我得承认，我有一瞬间的心动，然而在我做出选择之前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反应很大，根本瞒不住的那种。于是我再没了退路，我只能硬着头皮承受着江澄厌恶的目光，开始一段注定不会幸福的婚姻。我有时候会非常恨自己骨子里的委曲求全，我得在长辈面前装出幸福甜蜜，还得在江澄面前装得满不在乎。但其实我并不幸福，我很痛苦，孕吐很痛苦，水肿很痛苦，抽筋很痛苦，被江家人嫌弃很痛苦，被江澄厌恶很痛苦，被夏之嘲讽很痛苦。我熬着，迎来了自己的又一个生日。奶奶很高兴，她不仅为我准备了礼物，还为自己未来的小孙子准备了礼物。她说她这次来了就暂时不走了，要等我生了孩子坐完月子，她才能安心。但奶奶没能看到江子兰出生。我生日那天带奶奶出去吃饭，她亲眼看见了夏之和江澄亲密牵手、甜蜜拥吻的画面，然后心脏病发进了医院。我对江澄的怨怼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吧。明明犯错的人不是我，明明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，为什么所有的苦果都要我来承担？奶奶刚送到医院就进了抢救室，没多久江家人也来了。江澄外婆当着我的面狠狠给了江澄一巴掌，但我已经不想阻止，我只期待地看着手术室，看着医生能给我带来好消息。然而没多久，手术室的灯就熄灭，医生走出来，遗憾地说让我抓紧时间和老人道别。多可笑，道别？我的奶奶1小时之前还笑意盈盈地拉着我的手，说她亲手给乖孙孙做了柔软的小衣，现在却要我道别。江澄外婆哭得很惨，只说对不起我，也对不起奶奶。我什么都听不到，只能呆滞的紧紧地握着奶奶的手，生怕一松就再也碰不到她。我知道你结婚过得一点也不开心，你只是不想让我担心，所以什么都不说。奶奶躺在病床上，心疼地看着我，对不起，之子，以后奶奶不能陪着你了。她痛苦地流着泪，哽咽，之子，怎么办啊？以后有人欺负你怎么办？要是没人对你好怎么办？我还能把你托付给谁啊？好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之子好的。江澄外婆哀泣着发誓，又扯着江澄要他表态。江澄也蹲在床边，对奶奶说：“奶奶您放心，我以后会好好照顾她的。”奶奶眼神浑浊地看着他，难过的笑了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当初开口托你们照顾她。她拽着我的手，眼底是对我深深的不舍，但她终究还是离开了，带着不甘，带着后悔，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。
我捂着阵痛的肚子，在崩溃和绝望之中，在手术室惨叫了大半夜，生下了姜子兰。江城或许是对我有愧疚，奶奶走后，他很少再和夏芝见面，也常常会帮忙带孩子。虽然和我还是话不多，但至少能做到相敬如宾。夏芝因为情伤出国了，也很少再和江城联系。我以为我的一生就这样了，守着一段并不幸福的婚姻和一个并不与我相爱的丈夫，以及一个可爱的儿子。但夏芝又回来了，并且一回来就夺走了江城和姜子兰的所有注意力。那些我或许拥有过的亲情和从来没得到过的爱情，夏芝毫不客气，统统拿走。姜子兰生日那天，他说他为姜子兰准备了盛大的惊喜，于是姜子兰毫不犹豫抛下我，飞奔向他。江城说夏芝还是不喜欢我，所以就不带我一起去了。日落之前，他会把姜子兰带回来陪我过生日，但那天一直到凌晨，他们都没有回来。江城打来电话说姜子兰玩得太累了，睡着了，他怕吵醒姜子兰，就在外面歇下了。寂静的夜，我枯坐在窗前，坐了很久很久。我想起奶奶临死前拉着我的手难过地说，要是以后没人对我好可怎么办？奶奶，我不再喜欢过生日了。出于礼貌，我让父子俩进了屋，给他们倒了水。笑笑取过柜子上的日历，指着其中一个被红色圈圈画出来的日期，这才是妈妈的生日。姜子兰无措不安地看着我，眼角湿漉漉的，想说话又不敢。他们父子俩真像，从容貌到言行，真的一模一样。我大抵是只出了个肚皮，所以姜子兰身上找不到半分和我相似的地方。江城将那些礼物堆砌在空闲的角落，这次是我疏忽，下次也不必再准备这些。我打断他，下次也不必再来。江城背对着我，身体僵硬，好半晌，他才转过来，抱歉，我能和你单独聊聊吗？多难得，这句话居然会从他的嘴里跑出来。我给两个小家伙调了一杯甜饮，又把电视打开，调到12频道，这才带江城去了院子里的凉亭。这里很漂亮。江城动作间竟有些拘束，谢谢夸奖。我开门见山问他，你有话请直说。我看你身边目前也没有别的男性。江城说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能不能跟我复婚？我盯着他，不语。江城有点狼狈地移开视线，我只是觉得还是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。子兰最近性子变了很多，不像以前那么任性骄纵了。所以你没和夏芝小姐结婚吗？江城愣住。当年所有人都跟我说，她才是与你相配的妻子，姜子兰的母亲。你虽然没直接跟我说过这话，但我想你应该也是赞同的。所以我主动把位子腾出来了。怎么，你们最后还是没有在一起吗？江城受不住我的视线，手无意识攥紧又松开。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我和你也是过去的事了，但我们有一个孩子，那又如何呢？江城，不要再拿别人做借口了。以前是夏至，现在是姜子兰。我笑了笑，低声道，承认你对我也有感情这件事，有这么难吗？我以前会想，在江城眼中，我到底是有多拿不出手，才让他如此羞于承认。喜欢这种东西真的很难隐藏，就像我从不说我爱江城，但绯红的耳廓和急促的心跳早就将我暴露无遗。我和江城的婚姻足足4年，我虽然有一点讨好型人格，但他若是从没给过我一丝希望，我坚持不了4年。他什么时候对我有了喜欢，又究竟有几分喜欢，我不清楚。我只是继承了奶奶那辈人的习惯，东西不好，第一反应不是丢掉再换，而是缝缝补补，尽量用下去。对婚姻也是如此。我想着，江城或许对我也不是那么厌恶，那么我再努力一点，这段婚姻是不是就能好一点？我拼了命的想从蛛丝马迹中发掘他对我的爱意，再试图把这零星的爱意聚拢在一起，希望他们能照亮我前行的路。后来我把前路照亮了，这条路崎岖坎坷，充满了让人生理不适的恶臭。这些爱意不够维持我继续走下去，也不能给我带来丝毫温暖。它只能让我越发清晰地明白这段婚姻究竟有多不堪。我以前会想，是不是你的道德感比较强，不能接受自己爱上除了夏芝之外别的女人？后来又觉得，若你真的道德感这么强，又怎么可能在明知自己已经结婚之后，还和初恋暧昧不清？其实你就是自私罢了，你就连想找我复合，都要打着姜子兰想念我的借口。可是江城，我们已经离婚4年了。江城艰难地咽了口唾液，哑着嗓子问我，所以我迟了，对吗？不是迟了。我轻轻叹一口气，只是那些都已经过去了。江城，往前看吧。江城抬手捂住眼眶，我知道他的骄傲，看到他狼狈，我也并不觉得爽快，所以我静静起身，将这一方小天地留给他。离开前，他伸手揪住我的裙摆，很用力，指节泛白，青筋凸起。他瘦了很多，身上多了一股怎么都藏不住的颓靡。我听到他压抑的呜咽，看到他颤抖的肩膀。以后不要再来了，我说，回到自己的生活圈去吧，带着姜子兰一起。我扯回自己的裙摆，抚平。忘了跟你说，我现在的生日是我和你的离婚纪念日，那天也是我捡到笑笑的日子。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日，我想换个生日，于是我们一起决定把那天当作新生，就当是你提前送我的生日礼物，送我一份清静吧。江城，谢谢你。江城走了，带着姜子兰一起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姜子兰却猜到了，走之前死死抱着我的腿不肯松手。他哭得很惨，声音又尖锐又嘶哑，满脸通红抽噎着，仿佛下一秒就要绝过去。我不走，你放开我，我要妈妈。他拼命挣扎，哀求我，妈妈，你别不要我好不好？我以后会很乖很听话，我不会再让你伤心的，你别送我走。爸爸，你是骗子，你说过妈妈会原谅我的，大骗子，大坏蛋，你走开，妈妈。妈妈。车门被重重关上，我看到姜子兰哭着扒在窗户上，拼了命地捶打窗户，可怜地望着我。江城一把将他扯过去，死死按住，沉声命令司机走。他没有再看我一眼，自始至终不曾回头。笑笑站在我身边，眼巴巴地望着我。怎么了？我低头温柔地问他。他们不会再来了，对吗？不会了。
妈妈，你难过吗？我只是笑着揉揉她的脑袋，笑笑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你记住，不管你遇到多痛苦的事，只要你不断地往前走，一鼓作气，不要回头，那你就总能走过去。我已经往前走了很远了，可江城他们好像还在原地。不过也无所谓，本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，所以不需要停下来等他们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，梦中我回到了几年前，江子兰刚出生的时候。我照顾她太累，所以不知不觉躺在沙发上睡着。迷迷糊糊中，是下班晚归的江城将我抱起来上楼，温柔地将我放在床上。他拨开我额前的发，给了我一个轻柔的吻。晚安，老婆。那个时候，我真的以为我是可以和他过一辈子的。后来我明白，一辈子太长，没有谁能陪谁完整走完这一生。他是我的过客，是我平静的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江城，我和你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是到此为止了。番外一，江城和林芝离婚后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江家的气氛都很低迷。那个不受所有人欢迎的女人终于离开，但预料之中的解脱并没有到来。江城向来话少，离婚之后话就更少了。他忙于工作，不是在出差，就是在出差的路上。就算回家，往往也是倒头就睡。江子兰倒是没心没肺，整天拉着保姆的手跑东跑西，稍不如意就大哭大闹。但某一天，他突然问了一句：“妈妈呢？”保姆不知道该怎么回。江子兰很主动，她趴到桌子下、衣柜里、花园中找了半天，一无所获。咦，妈妈到底躲哪儿去了？小孩子忘性大。但江子兰很聪明。他甚至能清晰地回想起上一次和林芝见面的场景。那天早上，林芝出门前笑着弯腰摸摸他的脑袋：“子兰，妈妈要走了。我以前总希望你是个乖巧听话的小孩，但我现在明白，你和我不一样，你有任性的资本。往后的日子要开心快乐哦。”那时，江子兰并未把这些话放在心上，她厌烦林芝的说教，反感林芝对她的管制。但这个时刻，当他又想起那些话，当他环顾这栋偌大的别墅，发现任何角落都不再有林芝的身影，他终于后知后觉，开始觉得难过。那天傍晚，江城回家，江子兰破天荒主动拉住他的手。爸爸，你是不是和妈妈吵架了？江城停下脚步，低头看他。江子兰稚嫩的脸上眉头蹙起，你能不能主动跟妈妈道歉和好啊？我都好久没看到她了，我想吃妈妈做的糖醋排骨了，今晚可以吃到吗？江城看着江子兰脸上的理所当然，先是面无表情，随即逐渐浮现出一个恶劣的笑。我没和他吵架，我和他离婚了。你知道什么是离婚吗？离婚就是他不要你了，他不会再见你了，不管你想做任何事，他都不会再管你了，他抛弃了你，明白吗？他仿佛很享受江子兰脸上的恐惧，又重复了一次。江子兰，他不要你了。他以后会有别的小孩，比你更听话更可爱，你在他心里已经没有任何重量了。你撒谎，妈妈才不会不要我。江子兰尖叫起来，你才是被抛弃的那个，妈妈说过的，她最爱我。她骗了你。江城笑出声，江子兰，你被骗了，最爱你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江城，你对着小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江家长辈匆匆赶到，一把将情绪崩溃的江子兰抱在怀里，低声哄着，子兰别哭，爸爸逗你玩呢。我要妈妈，妈妈最近有事，回老家了，过几天就回来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现在就要见到她。江子兰用力挣扎。江城最厌恶的就是江子兰任性的模样，他冷漠地看着江子兰哭闹，就像旁观的局外人，没有一丝情绪。甚至在江子兰哭到几乎呕吐时，他也只是皱了皱眉，转身上楼。卧室的所有陈设都和林芝离开前一模一样，包括墙上的巨幅婚纱照。江城有时候也不明白自己在想什么。他以前和夏芝闹分手的时候，拉黑删号扔定情信物，一气呵成，恨不得所有和对方有关的物品都彻底消失在自己的世界。但和林芝离婚，他什么都没扔，仿佛扔了就是输了。他竭力让自己保持情绪稳定，以此证明林芝的离开并未对他造成任何影响。他想，不过一个不爱的女人，离婚于他而言是解脱才是。和林离婚半年后，夏芝主动问他要不要结婚。江城沉默半晌，道：“算了吧。”江子兰前2天还闹着要找他，我要是和你结婚，他指不定怎么发脾气，大闹天宫。夏芝看着他的眼睛，问他：“你不和我结婚，真的只是因为江子兰，不然呢？”夏芝笑了，略带嘲讽：“江城，我有时候很佩服你，毕竟你连自己都骗。”江城不明白他骗自己什么了。番外2，江子兰18岁那年，江城依旧单身，但林芝结婚了。她嫁给了一名程序员，腼腆话少，但对她很好，或许爱屋及乌，连江子兰这个继子，程序员也都有关心。结婚那天，江子兰去参加了婚礼，回来之后，饭桌上，她主动和江城提了2句，说婚礼现场气氛很好，客人不多，但很热闹。江城闻言，只是沉默地咀嚼着嘴里的食物，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予。这是父子俩一贯的相处方式，他们之间亲情不多，言语不多，就像典型的豪门家庭，礼貌有余，亲密不足。所以江子兰不知道，其实婚礼那天江城也去了，不仅去了，还送了红包，里面是一张银行卡。林芝没要，收着吧，我知道你并不需要这个，不过是我的点心意，别的我也给不了你什么了。林芝摇摇头，你不需要给我任何东西。她穿着简单的裙子，比不得她和江城结婚时的隆重，脸上的笑容却要真实得多。江城只看了一眼就移开视线，他怕自己再多看一眼就会忍不住狼狈落泪，然后祈求林芝能不能不要结婚，不要抛弃他。化妆间很安静，有人来敲门，新娘子准备好了吗？要上台喽。好了。林芝站起身问江城，子兰也在外面，不然一起吃个饭再走。不了。江城摇头，站起身率先朝门口走去，手握住门把手。江城突然出声，对了，有些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过。我以前吃过江子兰和奶奶的醋。林芝诧异，你说什么？
所有人都说你爱惨了我，但我总觉得在你心里，奶奶比我更重要。江澄的语气平静无波，所以我一直不太高兴。后来江子兰出生，不管我和你在做什么事，只要江子兰一哭，你眼里就再没有我。江澄说，所以我也一直都挺讨厌江子兰的，可能我潜意识里总想占有你全部的注意。江澄自嘲的笑笑，可惜我没那么好的福气，所以连带原本拥有的都一并失去。还有，我没有酒后乱性，那个晚上我很清醒。江澄终于回头看着灵芝，以后要是过得不开心了，随时找我，但如果过得很开心，就别告诉我了。你知道的，我不是好人，看到你的幸福不是我其实还挺想搞破坏的。从程序员出现在灵芝身边的第一天开始，江澄其实就知道了，心底的破坏欲瞬间冲破牢笼，他像只丑陋的爬虫，在阴暗中虎视眈眈，谋划着想要毁掉灵芝的第二春。但是灵芝笑得真好看啊，她看起来真的好幸福。不亲眼见证灵芝和程序员的婚礼，已经是江澄能给出的最大的祝福。难过吗？难过的。遗憾吗？遗憾的。但再难过，再遗憾，这辈子他和灵芝也只能是到此为止了。江澄想起那年他和灵芝的初见，他被外婆派去接从乡下来的土包子，其实很不情愿。在见到灵芝的前一秒，他还在手机上和朋友吐槽，但是他抬头在看到灵芝的刹那，他几乎停滞呼吸。他就像凉爽的风，将剩下所有的炎热滚烫一并卷走，只留下枝头的蝉鸣和树梢间细碎的阳光。悸动是一瞬间，他做了许多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事，在每一个生活的空隙，视线都不自觉在他身上停住。等他回过神，他们之间已经无法回头了。他眼睁睁看着他身上的阳光越来越少，阴影越来越大。那时他真的认为他会留在他身边一辈子。迷迷糊糊中，江澄似乎做梦了。梦里他回到2人结婚的那天，司仪举着话筒问他，无论贫穷富贵，疾病健康，江澄先生，你愿意娶灵芝小姐为妻吗？他听到自己的回答，我愿意。全文完。